銀座、日本人の憧れの街である東京の中心地であり、日本を代表する街として日本の歴史とともに変遷を遂げてきた。華やか、雅やか、そして文化にあふれている。伝統を受け継ぎながら新しい時代の流れに沿って変化し、東京の中で独特の魅力を持つ街となっている。好诗好诗，太有文艺气息了吧？什么意思？今天又要演哪出了啦？听不出来吗？我们今天就是要，sorry， 介绍银座9家非常知名的伴手礼老店。是连日本人都觉得厉害的店吗？就是很高级的那种。对啊，说到银座就是高级。那你知道银座有什么历史吗？银座，问我就对了，因为我刚刚看完这一本。银座从江户时代那时候就开始有一些商业活动，然后在明治时期的时候，很不幸发生一场大火，但是呢，在那个之后重建，引进一些西洋的建筑，整个就豪华起来了。银座就是东京非常重要的商业区。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来介绍非常有历史的银座伴手礼老店。该不会今天还吃得到江户时代流传至今的百年店吧？我们还可以吃到更久之前的天正时期，400年前的。确定不会坏不会，因为我们刚买的。不多说，赶快来开箱给大家看。Go Go！ 喜欢日本旅游、爱吃日本美食、想看观光列车与四季美景，快订阅我们！记得开小铃铛，接收所有通知，才不会错过新影片。第一家这个头拉鸭虎屋，我们今天是买这个他们家的特色，就是7种羊羹。切入版的话，它就是梅子口味跟黑糖口味有再多各一个。我觉得这个拿来送人真的是超级无敌有面子真的因为你看它的包装就是很有质感，乍看之下还以为是钢笔之类的。羊羹你有研究吗？羊羹我没有研究，但是我觉得应该是羊羹出在羊身上。对，我有去查一下羊羹的典故。那据说羊羹以前是真的是用羊肉做的羹汤，是在镰仓时代的时候，由中国那边的僧侣传到日本啊，跟宗教一起传过来。对，跟宗教一起传过来。然后原本是当成那种早点或晚点，可是因为其实僧侣不能吃肉嘛，所以后来就加入一些小豆，就是红豆之类的进去改良，然后慢慢变成甜的。到江户时代就变成当下最有名的一种甜点。这一家店的历史最一开始被记载在文书上面是1586年。一开始他们不是开在银座，在明治时期银座这边就慢慢变得越来越兴盛嘛，所以这一家店呢也在明治时期的时候就迁来银座这边。然后我们今天去买的时候，真的觉得这家店很有气质。对，它好像还有内用区，但我们今天很不巧就是他们内用区包场，所以我们今天就只有外带。然后他们还会推出季节限定的果子。像我们今天买的这个就是秋天限定的，所以可以看到它就是做成一个枫叶的形状，但它原本还有一个季节限定的果子，看起来更厉害。然后我们一问之下，发现那一个要2700日币，真的太漂亮了，它的里面像艺术品一样。总之我们就买了这个平替版，但是也是非常的漂亮，也是要价500多块。那我们来试试看。我们今天要来帮大家试吃的就是他们最经典的2个口味，一个是黑糖口味，然后另外一个是叫做 Yoru no Ume， 就是夜之梅，但是它是小仓红豆的口味，就是最经典的2种口味。然后同一盒里面呢，它还有其他的口味，就是有像抹茶啊，然后蜂蜜啊，跟这个和红茶，好大一块哦。我其实很紧张，因为我有点怕吃羊羹。跟我印象中口感不太一样哦，真的吗？我印象中的羊羹吃起来都是很泥，可是这个是弹牙的感觉。其实它的原料就是红豆、白小豆，然后加上寒天，就会有那个口感。对不对？是不是吃起来那个口感？对，很像在吃那种硬果冻。一条是148大卡，配个茶，我觉得下午茶 OK。可以。然后送人又很有面子。好，那我们再来试试看他们另外这一款干果子。这一款叫做烧之秋，日文叫做 Kozue no Aki。那为什么叫烧之秋呢？其实烧之秋是农历9月的传统的说法，是不是蛮有诗意的？一叶之秋那种感觉，绿叶变黄叶变红叶，这3个很秋天的颜色全部都放在这一个和果子里面，里面是用白豆沙馅做的，里面的那个白豆沙还蛮好吃的。我觉得它吃起来有点像捏面人的味道。
有没有很贴切？有。如果想说有不小心误食捏面人的话，应该可以知道我在讲什么。就是面可能没有煮熟，吃起来就是那个味道。有一点点那种生生的那种，日文叫做 kiji，就是生地。我觉得羊羹比较推。第二家我们要来开箱的是这个万年堂，然后他们家最有名的就是这个玉木出堂。这个玉木出堂呢，它的前身其实是一种叫做高丽饼，然后这个高丽饼呢，是不是听起来就很高丽？是什么？跟里面有加高丽菜吗？就是它是从朝鲜半岛传来日本的，做法有一点点类似，但是传来日本之后呢，就逐渐被日本的文化吸收，最后呢就演变成被做成这样子的玉木出堂。它的外形是不是长得有点像日本的赤饭？你知道赤饭是什么吗？祝贺人家的时候送礼会送的东西，就是像有婚礼呀，或是祝贺小孩生产的时候，日本人就会吃这种赤饭。然后后来呢，万年堂为了要取一个比较好的含义，所以呢就把这个甜点命名为玉木出堂。那日文的念法就是おめでとう。おめでとう应该是谐音梗的始祖吧，おめでとう。然后吃这个和果子呢，当然它的意思就是希望可以帮你祈求好运，所以呢也蛮多人会在比如说婚礼呀，或者是别人生小孩的时候买这一种点心来送人。然后它是用蒸的方式做的，所以它其实有附一张小纸条，如果这个食品变成有一点硬硬的状态的话呢，最好再拿去回蒸，然后大概蒸个1分钟左右会更好吃。真的吗？加热过后好像真的有比较软，很香有一点松松软软的感觉。我觉得很像以前小时候我们家会拜拜，然后就会拜类似这样子的，就是素食的那种糕点有没有？有点像，很像。我可以。为什么现在才认识它？这个很好吃由衷的建议大家一定要拿去加热，好好吃哦，好好吃哦。我觉得有点像黑糖糕，因为黑糖糕是有点像蛋糕体的感觉。对，它真的就是那种很传统的糕点会有的那种黏黏的那种膏状。我知道了，它吃起来会有一点 Q 的感觉，是因为它的原料里面有饼粉。mochiko呢，就是日本啊，他们过年的时候不是都会吃那种年糕，那种 QQ 的年糕，所以呢，它吃起来其实真的有一点像那个年糕的口感。然后它的做法呢，就是把红豆馅跟那个饼粉加在一起，然后再拿去蒸。那个红豆真的是很真材实料的，而且不会过甜，好好吃。我真的觉得这大概是我吃过和果子里面最好吃的。对啊，这个我觉得送给长辈应该也会很适合。因为这是长辈会爱的口味，然后他有附这个小卡他是说他们最一开始其实是在京都创业的，然后是在元和年间，现在已经是第13代目你敢想象吗？你的曾祖父、曾祖父13代前就在做这个糕点，然后一路传承到你这一代，真的这很值得落泪吧？它的店家其实有一点隐藏在大楼里面的感觉，进去之后别有洞天。然后我们今天去买的时候呢，老板娘还很好，她还叫我们在旁边就是稍等一下，然后还给我们茶超好喝的。如果喜欢红豆类的制品，真的可以吃这个。那我们去吃下一道喽 ，Go！接下来我们要介绍这个是银座木村家，这一家他们专卖的就是红豆面包安胖。我个人没有那么爱红豆，所以我其实原本对这一家也是还好，但是因为我很爱面包嘛，然后今天进到他们店里，整个就是眼睛一亮因为各式各样种类都有。除了红豆之外，还有各式各样、各种不同口味的。对，我们这一次呢就买了一个红豆口味、红豆细馅口味，跟一个 cream cheese 奶油起司口味，还有一个很特殊的就是它的口味名称就叫做 sakura。4月4号的时候，在奈良的吉野山采了当地的8重樱，然后腌制之后加进这个红豆面包里面，再盛上去给天皇吃。结果天皇一吃，跟皇后2个人都超满意，所以这个 sakura 的这一个口味就变成天皇认定的面包。大家可能会觉得说，常常看到日本的动漫啊或什么之类，里面大家都会什么早上都吃面包，但是其实面包在日本的历史并没有那么长。它是从大概明治维新的时候，从天皇开始鼓励大家多食用小麦，然后多吃一些西式的餐点，
哦，是哦，真的假的？对，因为其实，在那之前，其实日本是很排外的。啊，对，这些外来的东西都吃不到。对，那你知道说在面包开始之前，面包超人叫什么吗？面包开始之前，面包超人叫什么？就是还没有面包的时候啊，酵母超人呐。因为面包在变成面包之前是用酵母做，对不对？但是呢，木村家不是，他们是用非常稀有的酒种。他们是用酒的酵母去做的，非常厉害。那我们试试看吧。樱花是这个吗？对啊，中间你有看到吗？有加一点点樱花馅。木村家他们的樱花口味面包，那个樱花也是有腌制过的。那我觉得不会太硬我觉得还蛮好吃的。但比较明显的还是那个 Kosian， 就是细红豆馅的味道。那我们来试试看这个好不好？因为这是我个人很期待。它很蓬松它这个是小婴儿的肌肤，好可爱哦！难道这就是酒种的威力？感觉要爆浆了！哇哦，哇！你看，满满的奶油馅，哇，这个吃下去会幸福的死起司控鸡腿。它其实有点像有盐奶油，咸咸的那种，但又有带一点微微的那种起司味，咸甜，然后不是那种黄色的，是白色的那种起司。起司控一定懂我在讲什么吧？跟我想象原本不太一样，原本以为是奶油，很水的那种奶油，要不然它是就是偏浓稠的，然后有加起司在里面，好吃我喜欢这种，咸甜很好吃没了哦，哇！再去买，而且它就在银座的非常大条路上面，然后旁边有很大一个招牌，下次有去银座绝对要买。起司控绝对要买。好，最后一个就是他们最基本的Kosian细红豆馅的口味，可以看到它的馅其实也是给的蛮饱满的。它的特色就是它除了吃得到红豆馅以外，还可以吃到它的表皮上面有一粒一粒的芝麻的小颗粒，所以吃起来会有一点点那种很像麻油香在表皮。然后口感上也会带有一点点脆脆的，所以我觉得还蛮新奇的，跟我想象中的口感有点不太一样。它就是吃起来有红豆馅的味道，然后有面包香，然后也有芝麻油的那种咸香的味道。我觉得是蛮古早味的一个口味。的确是，我觉得它那个面皮的部分蛮特别，就是还是有点嚼劲。就蛮好吃的，然后就感觉里面是绵密的豆沙，然后外面是有点蓬松嚼劲的面团，然后最外面有点像有一层皮的感觉，对，脆的，对，果然各种流派都有，发展出各自不一样的特色。那我们去下一家 ，Go。这一家是空野最有名的商品就是这个醉种，好期待哦。很期待因为太有名了，太行，这家真的太行。我们早上去买的时候直接卖完它外面直接贴一个日历说今天已经卖完了 ，sorry， 下次请早。但是还好我们有先预约，谢谢帮我们预约的小天使，到底有多厉害？来试试看。这个空野最终听说它的本店一开始其实是开在上野那边，但是呢，因为战争的关系，所以很遗憾他们就迁址了，然后后来就刚好迁到银座这边，所以呢，银座这边真的是有名老店的大本铺。我们赶快来吃吧。这个是要一人吃一个，还是我想吃半个？好，那我们先切一下好了，因为今天吃太多甜点了。因为大家都会反映，就是我有职业伤害，我要好好克制一下。跟我想象中不一样我原本以为它是脆到就是会很抽不下去那种，但它外面其实是有酥酥的，对酥，好吃是你爱的那种红豆馅吗？我觉得红豆好好吃。是我喜欢吃的那种馅料，然后外面那个皮的部分蛮特别的，没有想过会跟那个红豆搭在一起。外面皮我觉得很像那个蛋卷冰淇淋的那个甜筒的那个皮的地方，闻起来是那个蛋卷冰淇淋甜筒的味道，可是吃起来我觉得有一点淡淡的米果香。有吗？它是不是还有经过那个炭火烤过？是它的特色之一啦。这一家名店是很多大文豪都很爱去的一家店，甚至呢，夏目漱石有把它写在作品里面。但是呢，夏目漱石爱的其实是他们家的另外一个商品，叫做空野饼。
然后那空野饼呢，它因为是期间贩售的，所以我们这次去的时候很可惜，刚好没有买到。那这个空野饼呢，它因为是期间限定的，那只有在11月跟1月、2月这2个期间有，所以大家如果那个时间刚好有来东京玩的话，就可以吃吃看。就可以吃吃看。夏目漱石写在他的作品里面的。那你知道为什么它叫最终吗？为什么？我不知道哎。因为最终它的意思就是最丰盛、最饱满的意思，就是像满月一样。其实我觉得也是一种很文学的一种说法。然后这一家我觉得有一个注意事项是，因为可以看到最终这种真的就是原料非常非常简单的这种和果子，所以其实店家都会非常的注重他们的用料，然后因为他们没有加太多添加物的关系，所以其实建议就是要在1-2天内吃完。所以大家如果要买回去当伴手礼的话呢，我觉得你可以，比如说你搭早上的飞机，那你赶快买了之后带回去，然后下午发送给大家，我觉得还 OK。但如果可能是想要放比较久一点的话，可能就要注意一下。送礼自用2相宜。那我们来吃下一家，来穿越时空。接下来是1890年，为什么要比2？接下来是1890年，菊乃社。然后他们家最有名的就是这个很漂亮的叫做富贵记的这种罐装的饼干，先打开来看一下。好啊，噔噔。是不是超漂亮哦？好丰盛哦！这很像我们台湾就是过年会吃的那种糖果的感觉啊，有没有就是一盒，然后里面什么都有。对，就是回到老家，然后里面一盒就会有一些饼干啊，然后花生啊那种的。然后我们今天去那个店里面的时候啊，发现它真的很精致，就是有各式各样的这种罐装。我觉得这个罐子买回去也会很想收藏。可以耶，对不对？然后我们今天买的这个是青丸罐的升级版，叫做阿里嘎多。为什么叫阿里嘎多呢？因为它里面有附一个这个特制的饼干，大家有看到吗？哇，超级可爱。像这个饼干，它总共有3种款式，然后有3种颜色。那大家可以按照自己喜欢的颜色啊，跟你想要说的话，然后去做预约。那这个饼干上面的字是完全可以客制化的哦。但就是因为它客制需要一些时间嘛，所以建议你们就是在20天前先上网去登记。对，就是要申请预约你的客制化饼干。然后呢，这个富贵记啊，其实大家也会觉得，富贵记是什么意思？它也是非常含有诗意的一个名字，就是各式各样的果实丰收之后集满到一个罐子里面，有这样子的含义。一阵风吹过来，然后把所有好的东西集结在一起。哇，你很会形容哎，是不是这样子？是，所有的富贵集中在我们身上啊，所以是富贵集的那种感觉。它的内容物里面有精品糖，然后像是外面果糖的那一种花生，然后还有黑豆，然后还有这种饼干，跟比较日式的这个，应该是用和三盆糖做的这种点心。那我来吃个，那这是什么？这个红色的，那好脆哦。这其实蛮刷脆的，我觉得摆在客厅应该会边看电视边不小心就会吃完。过年不就这样吗？哦，我刚刚吃到这个是海苔口味，好特别哦，很酷哦。然后这家我觉得很酷的是，它算是应该是明治23年就创业到现在，然后现在已经第5代了。可是你不觉得它整个配色就是在传统当中又带有一点点那种很时尚的感觉？真的。对，其实是因为他们的那个第5代传人啊，一直有不断的想要把传统跟创新融合，然后就不断的改良再改良，然后就变成这样子非常精美的一个包装。我觉得这个真的很适合送人，尤其是这个口味，我觉得长辈会喜欢，因为它就是用了很多那种像是花生啊，然后豆类，然后外面再果糖，这样子甜甜古早味那样子的甜点。最近不是也有看到一些季节限定的，比如说像 Halloween 的，对，他们店里很多，然后还有爱心的啊，然后富士山的啊，都很漂亮，真的很漂亮哎，很多那种日本的元素，对，很多日本元素的形状饼干啊，它的罐子也是各种颜色都有，好漂亮哦。它的罐子也真的很漂亮。为了避免一下会把这一盒吃完，我们要进入下一家。订阅我们的频道，开启小铃铛，就能接受最新的日本旅游影片通知哦。好，下一家是很资
深的资生堂，很资深漂亮哎，很资深啊，1902年。但资生堂不是做化妆品的？对啊，其实我之前也不知道他们家有卖甜点但银座那边有一栋资生堂大楼，外观我觉得也蛮醒目的，一整栋就是红色，鲜红色，就是资生堂他们的代表色嘛。一楼一走进去就是卖他们的伴手礼跟各式各样的甜点，楼上还有那种吃茶室、咖啡厅的那种空间，所以很意外哎，就真的是做化妆品那个资生堂他们子公司旗下所开的。他们家很有名的其实是一个叫做卡多クレームオブル的一个咸奶油蛋糕，无盐奶油蛋糕。但是呢，我们昨天大概2点多到店面，已经卖完了，直接完售，整个没机会买到，太可惜了。所以我们这次呢就买它季节限定的，也是很有名的栗子口味，秋天限定的起司蛋糕。好可爱，这个包装超可爱。它的这个包装啊，好像是有一个故事性的，然后就是一只小狐狸在追一个栗子，这样子很童趣风的一个包装。另外，我们还有选了他们的也是知名商品，叫做花春巧克力。然后巧克力的口味也非常多种，而且超级漂亮。这个就是资生堂的独家 logo， 跟化妆品很像真的，是不是像粉饼什么之类的？对不起，我直男发言。那我们从蛋糕开始吃。好，就是秋天的起司合力蛋糕，它其实有卖那种比较大条的起司蛋糕，也卖完了，所以我们就是买这种分包装的。其实这个 size 很赞那种一整条的，有时候你带去公司不好送人。我觉得这种时候就可以买这种小包装的，帮你分包装装好的。是用丹麦产的奶油起司做的，然后再加上日本的国产小麦粉，北海道的小麦粉，然后里面再放上利坚栗这一种品种的栗子。那这一家算是比较偏西式一点点的，所以包括它的外包装啊的设计都蛮西式。它使用的材料也有一些是来自日本当地产的，是栗子或者一些小麦粉等等的。那我们来试试看吧，换个口味吃吃看。好栗子哦，超栗的，很厉害耶。这是一个会让人起死回生的起司蛋糕，太厉害了。你讲第2次了。好浓厚哦！你整个吃进去啊，就在你的口腔里面是没有咀嚼这个感受的，很绵很绵，然后你轻轻用舌头往上一压，它就会在你的口中扩散。好好吃哦，真的好好吃哦，这个好适合送人哦。起司控就我本人会爱爆，外面乍看之下有一点像凤梨酥的那种感觉，但我觉得不是，它有点是翻转起司蛋糕的概念。起司蛋糕下面底层会有那种酥酥的饼皮，这个外皮呢就是那一种饼皮的香味，但是不是脆的，是酥湿润的那一种，油油湿湿的那一种，所以它整个口感上的融合我觉得也非常好，然后吃起来带有一点点栗子的香气。对，我觉得奶油起司跟栗子的比例，它也调得蛮好的。相较之下，还是起司的味道比较浓。但很好吃，好好吃哦。那我们来吃吃看它的巧克力。这个巧克力呢，它其实现场是有很多种口味，不同口味可以让你挑选。然后我们自己挑了几个我觉得比较有特色的，来跟大家介绍一下。中间这个是期间限定的柚子口味，然后呢，这个红色的他们资生堂代表色的覆盆莓，其实都是蛮有特色的口味，所以我们有特别挑选。像这2款呢，它其实都是加酒哦。白色这一款是香槟酒。然后呢，红色这一款它其实是覆盆莓的底，但它有加一点酒去调味，所以我觉得这2款都蛮有特色的，就有选。然后中间这个是柚子，也是秋天限定的。然后最外侧的这2个看起来有一点点像，暖的这个粉红色是我个人最爱的 Cassis 黑醋栗的口味。然后另外这个比较偏紫色的呢，这个是他们的也是期间限定的 Caramel 焦糖跟黑枣。那我要拿喽。拿啦。这个很漂亮哎，很舍不得搓下去。好，那我试试看喽。要拍。好吃哎。它的外层是白巧克力，然后我的这个口味是一咬进去之后黑醋栗的内馅，然后外面这个颜色啊，这个颜色拿来当唇膏应该很好看吧？不知道资生堂有没有推出这个颜色的唇膏？幸福的滋味，好精致哦，就是好小颗，好想再多吃几个。你的那个有酒味吗？很淡的酒味，它前面就是白巧克力的味道嘛，然后后面那个淡淡的酒味，不至于到太强或者是太强烈酒味或者是那种苦味之类不会有，所以多一个层次的感觉，不是单纯白巧克力吃久会腻那样子。
然后它一样是有分不同的 size， 然后我们这次是选5入的，现场也有更多的那种选择，你可以自己选你要几入装的，然后在现场挑你要的口味，推荐给大家。没错。明治40年的清月堂就比较偏传统一点点，对，然后它也没有过度的包装，因为创始人有一个坚持，就是和果子不能只是外观好看可爱，最重要的是它的尝起来好不好吃，所以他强调的是内在。内在根据时代的改变，从20世纪到现在21世纪，大家对于喜爱的口味会改变的。所以里面的内馅馅料啊，也要与时俱进。然后他们家最有名的就是这个叫做什么 Otoshi Bumi， 然后它很酷的是，它是日本很少见的咸蛋黄，真的，日本很少哎，对台湾人来说可能很常吃什么蛋黄酥之类的蛋黄酥啊，但日本其实蛮少和果子会用到蛋黄的。那很期待，等下吃起来所以很期待来吃吃看。然后啊，他还有说它的外观这个有稍微裂开的感觉，叫做石羽，是不是？然后我有稍微查一下资料，说石羽呢，它其实是指秋末冬初的那种雨，所以可能有一点那种冷冽的感觉。冬天皮肤比较干，然后就裂开。先吃实感优先。好，那就先吃招牌那个。好。好蛋黄哦！好蛋黄哦！我蛮喜欢的。你蛮喜欢的，对不对？有家乡的味道。因为它的味道的确是跟那个蛋黄酥有点像，但是它的那个吃起来口感是不太一样的。它的粉是非常非常的细。很绵密那一种，因为蛋黄酥的蛋黄，我个人觉得都会有一点偏油，可是这个完全不油哎，因为它做的手法呢也是用蒸的，就是它是蛋黄加上小豆馅，然后再加上那个外皮的粉一起拿去蒸，所以它其实吃起来是很清爽的那种口味，但吃起来口感又绵绵的。就是我觉得有时候那种和果子吃起来不是像那种烘焙的东西，它吃起来是很细很细的糖粉堆积起来的感觉，对，密度很高，但它就是小小一个，然后你吃起来就哇很有惊喜感。因为我觉得虽然和果子都做这种小小一个 size，但一个人要吃掉一整颗还是有一点难度。因为它是属于精致的东西，所以慢慢吃、小口吃，比较能够吃出它其中的。可是你已经吃完了哎。我的小口比你大口。OK。另外这个是什么？原本我们要买他们家的豆大福，也很有名，但也是给我卖完，一下就卖完哎。这些名店基本上超过中午1点，热门品项就会卖完。所以大家如果想要买我们这一次的银座伴手礼的话呢，真的要尽量打电话预约。那真的没办法的话，请大家选在中午以前的时段，就是一开店就去买，会比较安全一点。不能睡到下午。那我可能买不到。这两个有点像是花莲小麻糬，其中一个呢是用芝麻馅做的，然后另外这个深咖啡色的这个呢，无花果内馅，它也是秋天限定的，所以蛮特别的。给大家看一下它的包装好了，其实它的包装也做的蛮传统朴实啦。然后这一款是叫做伊吉吉库莫吉，就是刚刚讲的那个无花果饼，然后另外一个是锅妈莫吉芝麻口味的。好。是咯。好，我只能说下一站花莲。下一站花莲，大家如果想要试试看日式的咸蛋黄甜点的话，可以买买看。好的，那我们马上进行下一位。我们今天是要吃粽子吗？等一下，它都 Q 起来了啦！这一家也是我个人很期待的。然后我们现在时代一转，已经来到2000年了。这家是2004年开业的，然后是叫做银座卡兹亚的一间商店。然后他们家的这个主厨料理人呢，原本是做怀石料理出身的。然后据说他会研发出这种比较新潮的和果子，是因为他在2000年的时候，日本的传统小菜胡麻豆腐的启发，他就觉得说胡麻豆腐的口感好像蛮适合拿来做成甜的哦，所以呢，他就开始研发这种炼果子 Nelikashi， 很期待耶！这个因为它是抹茶牛奶口味的，它好弹哦。对，而且它好像还有得过奖哦。2001年的时候有得过一个果子大赏，技术受赏的商品。没错，对，是包含满技术的。哎呦，它好弹哦。好，那我用擦的喽。好，你来。Thank you。
好练哦。哦呦，你看这么弹，堆堆堆堆，好像史莱姆。史莱姆的第一个家，你看它的，好糯哦。试试看，试试看。好，好好吃哦。好神秘的口感哦。我觉得它也是有点像那个荤桂的其中一种。对，日式传统那种瓦拉比莫鸡的那种口感，但是又加入抹茶。一开始进去是甜的，可是不会到太甜。然后最后吞下去之后呢，我觉得在舌头上会留一点点那种茶香，跟微微涩涩苦苦的那种口感，算是蛮成熟、蛮高雅的味道。因为它是抹茶口味嘛，它选用的原料是非常讲究的，它使用的是巴女抹茶。不要看它的外形很简单，它其实是非常需要功法的。原料的调整上，制作的时间呐，还有制作的火的比例啊，都是要算得非常精准，才能做出这一道甜点。难怪会得奖。那因为它使用的原料都是非常天然的，所以它的保存期限呢，大概是2天到3天左右，要冷藏。那所以大家呢要斟酌一下，如果说你还有很多天旅行的话，就赶快要吃掉。我们买的是6入的，所以如果你是差不多6个朋友来的话，我觉得也推荐你们可以直接现买1盒，然后回旅馆吃，因为这个口味真的蛮有特色的。真的，最后一位。最后一位。最后这一家呢是叫做甘乐看啦，那这家位置也很特别，它在银座的 Corrido Dori， 这什么地方啊？马基这边听说是一条全日本最适合搭讪的街。天哪！大家应该会想说，不是歌舞伎町吗？可是歌舞伎町呢，要小心那个搭讪不是真的搭讪，是拉客。但在这一条街呢，因为这条街上也有非常多的居酒屋、饮食店，所以听说你只要是目标想要搭讪的人，只要来这边，100%的几率会被搭讪，跟可以搭讪得到别人。100%哦！我看网路说的啦。哇，对，那如果大家真的想要验证这个100%到底是不是准确的话呢，请在下面留言告诉我们，我们之后就会派福米特派员去现场帮你实测看看哦。不是大家有兴趣的话，就去那边买这一家那个甘乐吗？对，抱歉离题了。那这一家呢？它是2007年创业的嘛，所以相较之下比较没有那么老铺，差不多就是也是一个 JK 的年纪。甘乐的话呢，它的店名是什么意思呢？听起来就是又甜又快乐的意思。对，对你很会说文解字就是差不多这个意思，就是希望你夹滴滴，然后可以吃到好心情。然后他们家最有名的呢，就是这个红豆大福，已经切一半了。对，已经切一半了。然后还有这个也是蛮有特色的，叫做 Mayu Goromo。那我们就先从最简易的简易来开始吧。因为其实看它外面就知道，它有一点点像那种蒸蛋糕，就是它表面就是非常的光滑，然后感觉毛孔很细，好像可以拿来当粉扑的那种嫩嫩的感觉。有那种感觉。那我们先切一半，里面也是红豆馅。刚刚福米说这个是异色版的铜锣烧，像不像？很像铜锣烧，因为里面也是包红豆馅嘛，但外面比较软一点点的感觉。外面好香哦，它有一个很 JK 的味道。没有闻过。哇塞，可以啦，这个我蛮喜欢的。那这个是有点像海绵蛋糕，更清透一点，因为铜锣烧比较是那种饼皮的感觉，敷啊敷啊那种感觉。终于吃到一个那个密度有那么高的甜点。对，真的，你不觉得比较传统的和式和果子都真的是密度很高吗？可能以前的那个年代就喜欢吃真的很扎实，提炼再提炼。对，可是现代人我觉得可能比较喜欢吃清爽一点的口感。接下来吃看他们的这个豆大福。那他们的豆大福呢，可以看到它也是属于内馅爆满类型的，太有诚意了吧？真的满满的豆哎。然后他们家这个红豆也很厉害，因为它是用北海道农园的国产红豆，想必也是品质有保证，但这个保存期限也有限，它差不多也是1-2天。所以呢，大家如果想要吃这种的话，我是建议拿回去要送伴手礼有一点点困难啦。但如果你想要吃吃看这种 JK 的味道，然后顺便就是在那条街进行一些搭讪的活动的话呢，可以现买1颗来吃吃看。假借搭讪之实，行踩店之名，一举数得，既有好吃的东西，又有好吃的东西。
我听了什么？减一跟这个啊，完了我要被骂了。刚刚虽然说它皮薄馅多，但是我觉得吃起来其实算蛮厚实的就是它有一个劲道在，很像在吃手工面疙瘩那种感觉。它比较不像是那种很软的，它有点硬度。好，那我们最后呢要来吃一样是刚刚干乐的最后一道商品，叫做招寿饼。这个我觉得也算蛮少见的对啊，之前没看过。然后但是因为它需要帮它 settle 一下，因为它的吃法比较特别，就是它是装在一个有点像果冻的那样子的塑胶小容器里面，然后你把它倒出来之后呢，再像瓦拉比摩鸡一样撒上黄豆粉跟黑蜜就可以享用。那怎么办？它好 Q 哦，好弹哦，有点舍不得吃它，端一端。它为什么叫招寿饼啊？这个招寿饼啊，它里面还有包3颗黑豆。那黑豆在日文里面就是也是有那种 enkigai， 就是唤起良缘跟召唤幸福、带来好运的这种意思，寓意就跟它的名字品名一样，很吉祥。那我们来吃吃看，这个我觉得应该也是就是长辈们一定会喜欢的。好可爱哦，好舍不得切哦！你看，对，然后我就会被剪辑师上字幕说不要玩食物。很好切，好 Q 哦，晶莹剔透。吃这个好有仪式感哦。你喜欢这种有仪式感的东西吗？偶尔一下还可以，太长我受不了。是哦，我很饿。有一点像那种寒天的那一种口感，对不对？有点像，它没有到瓦拉比摩鸡那么的 Q 弹跟那么的黏，那么的拉不断，一咬就断的那一种，然后吃起来是很清爽的。对，大概有2个月的，2个月左右。这个我觉得蛮适合带几颗回去送长辈的，因为它不是，它不会太黏，所以我觉得不用担心会噎到。对，就它比较像是果冻那种的质地。但是它又有那种黄豆粉跟黑蜜的那种味道，所以是可以吃出那种很和风、很传统的那种口味，就吃起来不会像前面的一些太浓缩的那些和果子，这个吃起来就很爽口。那今天呢，帮大家介绍了7家老铺，然后再外加2家新世代店铺。哇，00后00后。对，但我觉得这9家真的都是蛮有特色的，真的，很适合大家如果有去银座那边散步、丁布拉的话，绝对要去这9家买他们的伴手礼试试看。那富闵印象最深刻是哪一家？我印象最深刻哦，当然就是我最喜欢的谐音梗啊。Omedeto， 就第一个名字就会非常吸引我，然后第二个就是它加热之后蒸过之后，吃起来真的是真的好吃，太好吃了。就唯一的缺点就是它只能放5天，所以要送人的话自己要稍微计算一下时间。那你呢？我印象最深刻的，其实我不知道它能不能算伴手礼耶，因为我觉得我们今天介绍的这些商品啊，有一些可能真的比较可惜的是它的保存期限比较短一点点。我最有印象的，可是我有点私心可以吗？什么意思？你私心谁？我私心那个面包吗？对，木村家。木村先生啊，木村さん不愧是进贡给天皇吃过的面包，我觉得那一家会让我下次想要再特地去银座，然后去买那一家面包来吃。而且它除了我们昨天跟大家介绍的红豆面包以外，还有各式各样就是比较西式的面包，他们也有。我自己会蛮想要再去吃看看的。然后我觉得它虽然可能比较难作为伴手礼，因为面包可能也不能放太久嘛。是。但是如果你在银座附近玩，或是你有经过东京车站啊等等的，住在那附近的话，真的可以买几个，然后当做你日本旅途的早餐，我觉得也非常的推荐，因为真的好吃。这次我们选的这几家银座的伴手礼店，可能因为它的一些限制，比如说保存期限啊，跟有些需要预约，所以比较少被台湾人去提到说这些伴手礼。除了一般的，可能到处去买一些免税店的薯叉三兄弟啊，然后东叉巴那叉，对哇。除了那个之外，因为大家好像都已经吃腻了、吃习惯了，比较没有特别的点。那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就可以稍微安排一下，提前预约，然后算好带回去的时间，就不会跟人家一样，不会撞。对，而且长辈一定会喜欢。真的，这一集我们介绍的商品真的都非常推荐，很适合送给爸爸妈妈那一辈。没错，我们买了超多伴手礼，走在路上，我觉得每个长辈看到我们都觉得我们是乖小孩。是吗？觉得我们是乖小孩，还是怪小孩？
好，那今天很开心可以跟大家分享银座的好吃酒家名店伴手礼。大家如果喜欢这类的主题的话呢，一定别忘了在下面留言跟我们讲。那大家也记得在下面留言跟我们分享，你觉得最特别的伴手礼是什么？那如果大家喜欢我们今天制作的银座酒家伴手礼精选的话，记得留言、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你喜欢买日本药妆或电器吗？那一定要用我们的优惠券，不管是松本清、Big Camera、腾吉诃德、多进屋，超多优惠券，让你免税又能再打折。现在就赶快到乐吃购日本下载吧！然后我们现在也有推出你问我答的活动，大家如果对日本旅游有什么疑问，或是有任何疑难杂症的话呢，都可以在下面留言 tag 我们，那我们之后呢就会亲自拍影片来为大家解答喽。下次再见，拜拜。拜拜。补充一点羊成分，杨丞琳，暧昧。好好啦，赶快吃啦，要过期了啦。